2021年9月22日，美国新墨西哥州40号州际公路上，女警员执法记录一下一条长达20多分钟的视频，内容是一名亚裔女子因车祸爆胎被巡逻警员发现，想要提供帮助，然而在确认基本情况后，发现该女子与一起凶案有关，随后实施抓捕的过程。这段执法仪记录下的抓捕画面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该女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儿？案情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子发生在美国的法拉盛。这个地方对于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想必并不陌生，它位于美国纽约皇后区。来到这里，仿佛回到了久违的中国。当然，不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法拉盛更像是拥有10数万人的中国乡镇，由普通的百姓聚集的大街小巷组成。在这里的酒店、超市、街边小店、招牌广告都是由汉字组成的。80%的华人占比，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可以一辈子不说英文。豆浆、油条、早茶、卤煮，你想要的中国小吃应有尽有。这里成为许多怀揣美国梦华人的第一站。时至今日，法拉盛已经成为了美国纽约乃至全美最大的华人聚集地。故事也要从这里开始讲起。2021年9月19日晚上7点，纽约警方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报警电话，她告诉警员，自己的丈夫贾斯汀李已经很多天没有回家了，打电话发消息一直没有回复，她害怕丈夫出事儿，所以拨打了报警电话。她为警方提供了一个地址：法拉盛39大道138-35号的一间公寓，是丈夫情妇小宝的居住地。丈夫很可能在这个叫小宝的情妇家里。希望警方能够保护丈夫的人身安全。接到报警之后，纽约警局立刻派出了警员前往这名女士提供的地址进行查看。公寓是情妇小宝与朋友共同租住的。警员来到后，叫小宝的女人并不在家，是室友给警方开的门。但警员发现属于小宝的房间门被锁住了，而这个小宝同样是联系不上。警员觉得蹊跷，选择强行打开小宝的房间，里面的景象给警员也吓了一跳。在不大的卧室里，一眼就能看见一名华裔男子包裹在一条沾满鲜血的床单中，仰卧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其头部有枪伤，身上有多处钝器导致的伤口。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作案的凶器，警方很快证实死者正是贾斯汀李。法医赶到后判断他的死亡时间是在2021年9月18日。贾斯汀李死在了情妇反锁的房间内，显然情妇小宝与案件有着重大的联系。那么是不是情妇行凶？现在他人又身在何处呢？时年26岁的华裔受害人贾斯汀李是福建长乐人，7、8岁时候跟着父母移民来到美国纽约。父母是敢打敢拼，从零开始做起了餐饮生意，辛苦积攒家业，希望未来儿孙能够生活得更好。很快就在纽约站稳了脚跟，有了一定的积蓄。父母的辛勤付出使贾斯汀在美国的生活比较优越。父母在纽约皇后区贝尔大道给贾斯汀购置了房产。贾斯汀在几年前找了一个墨西哥裔的妻子，案发时是22岁，为贾斯汀生下了2个孩子。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又为孙子孙女特意购买了一套学区房。贾斯汀属于典型的华裔2代，会听福州话，也会说一些福州话，但主要还是用英语交流。可以说，踏实肯干的父母已经给他创造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环境。可贾斯汀可能是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平淡了，缺少激情，开始频繁地出入法拉盛的各种酒吧、KTV， 并在玩乐期间与一名花名叫做小宝的女孩建立起一段不正当的关系。这个小宝本名叫做邓海燕，来自广东，30岁左右的年纪。如果从社交媒体上看，完全是一个白富美的形象。大部分内容都是展示自己健身时的日常，偶尔会上传一些精修的网红美照，再时不时的秀一下美好的生活，比如坐在劳斯莱斯汽车里，比如在打高尔夫，比如在实弹射击。但在真实生活中的邓海燕是做什么的呢？实际上，来到美国后，邓海燕就在法拉盛当地的夜总会上班。她没有拿到身份，是一名坐台小姐，总是围绕在不同男人身边，辗转工作几年，成了法拉盛一家夜总会的妈咪。可能是因为已经过了30岁的关系，玩够了，也年轻不了几年。
邓海燕迫切地希望找到一个男人上岸，而贾斯汀成了邓海燕选中的那一个。右拳左掌敲2、3、4、5、6、7、8甩。顶胯屈腿，双手比腋，并脚屈腿，顶胯4个，重复动作。5、6、7，膝盖关开，关开，撤右小继续关开，上右脚，拨大腿3个。这个跳舞视频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看起来相处不错。两个人交往了有1年多的时间，邓海燕曾多次怂恿贾斯汀能不能跟妻子离婚，跟自己在一起。不过，贾斯汀虽然跟邓海燕在一起时是山盟海誓、你侬我侬，但都是逢场作戏、玩玩的。家里妻子很好，还生下了2个孩子，贾斯汀根本没有打算给过邓海燕名分。时间长了，邓海燕也感觉到贾斯汀就是在给自己画饼，并不想真正的跟自己在一起。邓海燕向贾斯汀提出，如果想和自己分开，就要给自己一定的分手费。贾斯汀当然是无法接受了，两人因此就发生过摩擦。就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邓海燕还到了贾斯汀的家中，与他的妻子打了一架。当时的事儿闹得就不小，甚至惊动了警方，逮捕了贾斯汀和邓海燕。贾斯汀的妻子告诉警方，邓海燕曾经向她的丈夫索要过50万美金的分手费。警方也推断，有可能是因为分手费价格没有谈拢引发的情杀。那么，死者与邓海燕的关系搞清楚了，结合是死在邓海燕的公寓中，邓海燕又不知所踪。警方迫切地要找到他现在在哪儿。警方先是来到了邓海燕工作的 KTV， 据当天上班的其他服务人员称，是9月17号星期五的晚上最后一次看见贾斯汀与邓海燕在 KTV 里唱歌喝酒，之后邓海燕就没来上过班。贾斯汀的死讯 ，KTV 里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些工作的夜场小姐都在传言，邓海燕带走了大约30万美元的现金，早就跑路了，现在应该已经逃到了加拿大。可警员觉得邓海燕疫情期间托人想付钱搞假结婚来换取临时的绿卡，可一直没能办成。在美国是没有合法身份，持有的是旅游签证。如果没有合法身份，是没办法入境加拿大的。就算是想用非常规手段进入加拿大，也需要时间。而距离案发刚刚过去2天，邓海燕一定还在美国境内。案发当天，贾斯汀是驾驶一辆奥迪 A6 来找邓海燕的。可在案发之后，这辆车就不见了。车的所有人并不是贾斯汀，而是他的一位陈姓朋友租的。这位朋友在9月18日星期六中午已经联系不上贾斯汀，于是陈先生立刻联系了租车给他的车行，要求定位该辆奥迪汽车在哪儿。车行销售是在9月19日星期天下午才有时间定位这辆车。GPS 信息显示，这辆奥迪车没在纽约，已经跑到了300公里外的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镇一家购物商场外的露天停车场。该车已经放在那里超过了16个小时。如果按照时间推算，案发现场离汽车停车的位置开车大概是3个小时。那么邓海燕应该是在9月18日星期六下午5点以后才离开案发现场，驾车逃离在宾州汽车的。警方就火速赶到了这个停车场，调取现场的监控，确认疑似邓海燕的华裔女子在停车场离开奥迪车后，驾驶一辆宾州牌照的老款银色本田 CR-V 再次快速离开。警方迅速将该车的车辆信息录入到警务系统数据库。此时，距离邓海燕驾车离开宾州已经超过了1天的时间。如果想找到她，无异于大海捞针。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机缘巧合的一幕出现了。2021年的9月22日，案发的3天之后，美国新墨西哥州埃奇伍德附近西向的40号洲际高速公路上，巡逻的女警员看见一辆银色本田 SUV 爆胎停在了路边。女警员最开始没太在意，当巡逻1个小时后再次经过此地点时，车依旧停在路边没有走。好心的警员便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英文并不流利的华裔女子自称自己叫做王，正在等待朋友从附近阿尔伯克基赶过来。随后又问女警是否有别的办法帮她。You're still here? Yeah, you're still here? What happened? He don't come, man. Oh, he's still not here? Yeah, 1 hour. 1 hour? You just 30 minutes. Okay, you want me to see if I can help you? No, my friends come. Okay, is he coming from Albuquerque? Ooh.
女警先是反复询问女子从哪儿来，而对方一直岔开话题，不愿回答。当看到滨州车牌时，便问她是否是从滨州过来，那肯定要很久吧？女子先是一愣，然后才回答还好，大约10个小时，不累。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Let's walk this way.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I take my bag. Oh no, I'm gonna go see if they can get a tire for you. No, I take my bag. No, you don't need your bag. What 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 I'm You're coming from Pennsylvania? Dang. It's far away. How far? How many hours? 10. 10 hours? You've been driving 10 hours? You're not tired? I'm not tired. Oh. 女警随后表示，可以问问附近同事是否有备用轮胎，并通过对讲系统向指挥中心报告了车辆的基本信息。但旋即发生相当惊险的一幕，指挥中心在对讲机中大声讲出，这是纽约来的凶杀案嫌疑人。Copy. It's going to be a reference to a homicide suspect out of Blue Sho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I call again.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aying here for an hour? Just Hey, 20 minutes. 20. You've been here for 20 minutes? 15 minutes. No, you've been here for about a good hour. No. No, right here you've been here for a good hour. Let me see if I could get a tire and they'll come fix it for you. And then you can head on your way. He can fix Yeah, my- but I gotta see if I could get a tire for you. 没错，这个华裔女人就是邓海燕。站在警员对面，原本努力做出无辜跟青春状的邓海燕，此时突然低头开始看手机。再次讲话时，语调明显改变，但随后又恢复了轻松状，仿佛不曾听懂警员的对话。之后，女警一直设法拖延，等待同事的到来，但邓海燕却称自己要回车拿件衣服。女警努力用言语阻止。I get the car. Are you cold? Oh, okay, hold on. Just wait for a minute. Yeah. Yeah, I take the clothes. Huh? I go to car and take the clothes. Oh, you need clothes from there? Okay, hold on. 当距离车辆越来越近，言语已经无法阻止时，女警不得不出手阻拦，并试图用手铐铐住邓海燕。此时，邓海燕拼命地反抗，并用生疏的英语反问为什么要这样。女警回应称：“我要先看看你车里有什么东西才可以。”而此时，邓海燕并不就范，场面是相当的惊险。幸亏此时有一名路过的中年男子停车相助，协力将邓海燕制服。 Well, just hold on, okay? Right here, right here, right here. I don't know,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s in your car. Hold on. You just need a sweater? Yeah. Okay, is it in the front or the back? Yeah. Let me see what's in your car, and then I'll get you your jacket. Okay. Okay. Hold on. What do you mean? Why? Why you? Huh? Why you cut me? No, I'm gonna just detain you for I can see. Get your sweater. What do you mean? Hold on, What hold do on. you mean? Hold on. Oh my God! What's in your car? Oh, I know. What happened? You? What happened? Tell me. I don't know you. I don't know you either. Ah. 随后，支援的男警官也赶来了。等到他们要邓海燕转过身面对警车，并两腿分开时，邓海燕似乎已明白无法再掩饰，此时也不再反问为什么要这样对他，而是反复表示：“我有孩子，已经2个月了，我不会跑，你相信我，太紧了，对我的孩子不好。”整个过程中，邓海燕都没有表现出惊慌，只是不断的抱怨，很无奈的神态。随后，警员在邓海燕所驾驶的车辆中找到了一支已经上了膛的左轮手枪，以及来自被害人贾斯汀的信用卡。事后经过鉴定，该左轮手枪的子弹与贾斯汀头部中弹相匹配。从9月18日深夜，邓海燕离开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镇，到9月22日傍晚，在新墨西哥州埃奇伍德附近被意外抓获。不到72小时里，邓海燕独自开车近3000公里，而埃奇伍德距离美墨边境已近在咫尺。如果不是意外胞胎被发现，邓海燕很可能潜逃墨西哥，再无踪迹。邓海燕被拘捕后，拘留在新墨西哥州的看守所，3个月后被引渡回纽约受审。
2021年的12月31日晚，邓海燕被从纽约市警局带出进行审讯。陪审团于今年的1月份裁定，以2级谋杀罪、2级跟4级的非法持有武器罪、2项4级非法持有赃物罪、1级入室盗窃罪、3级攻击罪、4级刑事破坏罪和2级骚扰罪，共9项罪名起诉被告邓海燕。此时，邓海燕应该已怀孕5个月，在新闻中流出的画面明显能够看出隆起的肚子。当被问及她是否后悔涉案时，邓海燕始终低头，一言不发。这是你后悔吗？2022年的7月28日，纽约开庭审理此案。此时，邓海燕的孩子已经出生。法官并没有当庭宣判，确定下次裁定时间为这个月的9月28日。如果罪名成立的话，邓海燕可能会判处25年以上的监禁。邓海燕的孩子是贾斯汀的吗？出于对孩子的保护，警方并没有透露出关于孩子的更多信息，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邓海燕为了一己私利，使得一个家庭没了丈夫，没了父亲，自己的孩子也会在福利院孤苦伶仃地长大。这样的结局下，我们再来回看社交媒体上光鲜照人的邓海燕，可恨、可怜、可悲、可笑。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